我现在人在沙劳越的诗屋，受邀成为一个短片创作比赛的评审。那在这之前呢，主办单位就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参赛者的名单，因为我必须要为超过60部的参赛作品评分。说真的，当评审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，因为我花了很多天的时间把那一些参赛作品给看完。每一位参赛者都花了很多的心思，很用心的去创作他们的影片，当中有让人为之一亮的，但是也有一些是让人觉得眼高手低的。这一集的摄影透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创作一部好影片。我觉得要如何定义一个好的影片，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心中自己的一套所谓的标准。那我很想要分享以下这几点，希望在看影片的同时，你们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，我们可以继续交流。第一点，你的影片要打动人心。当我们在创作影片故事剧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问自己，我们的影片能不能够让观看的人有共鸣，能不能够挑动观众的情绪。这是身为一位内容创作者必须要有的觉知和使命。当你深受其他优质的影片内容所启发的同时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创作更好的内容去启发更多人。这延伸出第二点，影片要传达重要的内容讯息。首先，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素材去说一个故事。眼高手低其实是很多创作者常犯的一个错误，他们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传达很多的讯息，但到头来却成为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故事脚本，因为你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好的说一件事情，然后就被时间带走了。你其实可以选择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去好好的说一件简单的事情，而不是盲从跟随一些流于表面的平铺直叙。好，第三点，你的影片到底值不值得让观众自发的去分享？我们在创作影片剧本的同时，其实也可以换位思考，站在观众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作品。这样的影片内容会不会有人愿意花时间就去观赏？影片的内容对他们有没有帮助，让他们觉得很受用，进而自愿的转发你的影片？身为一个影片创作人，我们不一定要迎合所有的观众口味去制作影片，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创作过程，而是面向观众传递讯息，引起共鸣。它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、富有娱乐性的、分享知识的，但是我不建议你制作一些危言耸听或者是恶性趣味的内容，扭曲社会价值观。我们必须承认，那一些欠缺营养的影片很容易博取观众的眼球，但是对于一些心智不成熟的观众来说，影响的层面是难以想象的。第四点，建立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影片说故事的风格。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个有别于其他创作者的内容呈现方式，在影片内容质量方面下一番功夫，尤其是花一点时间去创作自己的好剧本。内容呈现方式如果太过随波逐流的话，很容易被大量同类型的内容淹没。但作品风格特殊，一味的想要跟别人不一样，不意味着你的作品呈现方式必须要哗众取宠。这个界限是影片创作者必须要拿捏的。第五点，提升影片画面的品质。当我们有2个相同类型的内容放在你眼前的时候，我相信观众都会选择去花时间观赏品质比较好的那一部。画面的构图和光线的布置，然后影片剪接的流畅度，适当的音乐背景的选择，还有稳定的画面的那个运镜，比较理想的环境收音的效果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影片的品质，进而影响你的观众观看影片的情绪。在努力提升画面品质的同时，不意味着要花很多的钱去提升你的器材，而是先善用你手上的器材，在有限的条件里面做到最好，然后从中寻求突破的可能性。至于如何在技术上提升影片的品质，我在这之前已经分享如何通过剪接的手法来提升影片的流畅度。在接下来的摄影透，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影片创作的知识和想法。希望这一集的影片对于喜欢影片创作的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对我分享的内容有兴趣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同样喜欢影片创作的朋友。我们下一集摄影透再见。